快意如天一绝，不问今夕是何年，淡然逍遥在人间。走过前世无朦胧，世人皆在看梦中，念波长空，扶摇直上珍苍穹。另个真容，我一笔写爱恨缱绻，文字隽永，我一笔皆变因果夙愿。对酒当歌，看我自如临近红线，故意如烟，为之于三间。扶摇一别，绕尽晨光，明月送竹简，遇上青天，残星北斗，披山越指点，风落苍间，却能可成关入二三卷，无笔无人生一夜情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看来贫僧想登极乐，还是为时尚早。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与你分开后，我就开始调查韦庄的事。我发现，定国叔把韦庄的一些店面贿赂给了族内的长老。他一定早就在做这种事，等壮大了自身势力，就开始推翻族长对韦庄的领导。那也不至于，他们不是亲兄弟吗？族长虽老，但实力仍在，能在瞬息间夺其臂领，取其性命，韦家没有任何比种力能做到。起初，我怀疑定国叔伙同诸葛家出了什么奇招，但后来，我又秘密跟踪一个出庄办事的比种力，发现他与诸葛家的比种力私下碰头，说话间提到如何为主人谋取诸葛家收藏的比例。主人？啊，诸葛长青被审讯时说出过这个称呼。有第三股更可怕的势力，将两家的叛徒聚到了一起。那你是被这个可怕的势力发现了才……在永州等你时，我发现诸葛家的叛徒也对绿天庵有所企图，所以先行前往查看，没想到被他们偷袭了。什么？他们已经在绿天庵了？不好！这个也没救了。哎，你那边找到活的了吗？这些都是我们诸葛家派来清剿叛徒的人，可叛徒的行动在明天，他们本该也是明早才会抵达此地埋伏的。有没有可能是费老头不想让你卷进来，所以才告诉你是明天？他也没料到你这么轴，现在就到了。我们的人损失惨重，得赶快去帮忙。这伙人拥有十分骇人的力量，我能逃出来已是万幸。连你都对付不了，糟了！老严和石角恐怕已经到了。我亲爱的费朋友，失去了这么多部下的你，一个人又能做得了什么？还有我呢！千万别冲动。诸葛纯，这个吃里扒外的叛徒。原来这个江郎才尽的五色笔叫诸葛纯。这个说话拿腔拿调的老头是谁啊？据说叫楚一鸣，诸葛家的叛徒都跟他联络。对方只有2个人，我们和费老联手，一定能。
这大叔，一跟女人在一起就手机静音，我得马上去救人。你刚才说的害人力量到底是什么？这是怪物。主人求财若渴，一定很愿意你跟我们合作。费老，良禽择木而栖呀！住口！没骨气的家伙！千万别被他的手碰到，如果被抓出比邻，就完全受制于他了。费朋友如此执迷不悟，真是太遗憾了。这费老的通鉴笔还能这么玩啊？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有294卷之多，底蕴极为厚重，通鉴笔的力量自是不容小觑。动静挺大，也没人掉血啊，就这么一直打？不，费老在找操控者。这个郑和已经被练成了没有自我意识的武斗，他的行为是被别人用意念操控的。通鉴笔秉承了《资治通鉴》的提纲挈领之道，能够察觉人和比邻散发的意念之线。找到了，只要找到与郑和连通的意念之线，顺藤摸瓜，找到操控者，解决他，就能彻底解决笔筒。诸葛家规，叛族者死！费老不是已经切断诸葛纯与郑和的意念连结了吗？这货怎么还能打呀？用毛笔炼成的笔筒需要人意志操控，但是用笔灵炼成的笔筒，只需要接到号令就能自如行动。懂，就像提线木偶和智能机器人的区别。哎，等等，贸然冲上去就是送死，你有办法救人吧？再找找机会。看来那根意念连线是你设下的陷阱。兵不厌诈，您教我的呀。雕虫小技，我知道您意志坚韧，不会受蛊惑。哼，但他不一样。恐惧、欲望和内心的阴影，已经让他极致疯狂。疯子想杀人，谁都拦不住。去，杀了他们！费朋友，别了。无不是青天高，皇帝厚，未见月寒日暖，来见人寿。
有新朋友来了。没想到还有这么阴森的比灵存在。原来离合的诡秘在你这里。哼，废朋友真是好眼力。晚唐人李贺，他的诗风幽深奇绝，被誉为诗鬼。李贺一生愁苦多病，不得志，27岁就早亡，所以他的笔灵也极为哀愤忧郁。咦，怪不得史学家都爱对史上的悲剧之事唏嘘不已。想想司马光一生的机遇，只要我用舞姿和念白催动注入你体内的悲凉之气，纵是通剑笔，也只有投笔呜咽的份。就是现在！你遮住他们之后，我就趁机将周伯纯恢复到之前吐血的状态，然后再把费老恢复到无声状态。你怎么还没机械啊？看来我这个计划还是过于勉强了。情况紧急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现在就杀了他们！割甲如云吞。离我的人远点儿！小罗，来的可真及时啊！从彼得那知道这儿的情况后，我马上就过来了。知道跑着上山有多累吗？想不到那臭和尚还捡了一条命。我的罗朋友，好久不见了。罗先生同他认识？就是他假扮你们族长，帮韦世然骗我的。既然你在，那韦世然一定也在哪儿躲着呢吧？我们可不是伙伴，这不过是主人的一个不太听话的玩具罢了。那郑和呢？也是玩具吗？为什么要把一个普通人卷进来？罗朋友，当你改变不了一件事的时候，抱怨是最无能的表现。那就让你看看我是不是无能！等你这句话很久了。你们怎么了？醒醒！别费劲了，他们醒不过来的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在他们体内种下了李贺的长棘诗囊。李贺作诗，分神燃命，他没有新句就会记录下来，投入随身囊中，呕心沥血，才得此诗囊。这诗囊能够吸吮人心精气，他们三个的精气正在慢慢被吸走。我知道你是来这儿退笔的，只要你成功后把青莲和点睛交给我，他们三个就能活，我们皆大欢喜。否则，
他们将死无全尸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哼，明智之举。事先说好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退笔。不必担心，我来告诉你。绿天庵是唐代草圣怀素的故居，他每日习字，被写废了的毛笔堆积成山，所以称这里为退笔冢。哼，你说的这些我也知道，但你不知道，真正的绿天庵早就毁于战火，退笔冢也随之不复存在。那还怎么退笔？你存心耍我吗？年轻人，性子不要太急。你要进的并不是退笔冢，而是怀素幻境。怀素临终前曾遭遇大险，他遗指蘸墨写下4个龙字，封印了退笔冢。那狂草龙字便化为4条石龙，一直守护在这里。4条石龙就在后面那座武殿的青石柱上，只需用你的点睛笔画龙点睛，让石龙复生，怀素幻境就能开启了。你真的会放过他们吗？你别无选择。我看你还怎么嚣张啊！小19，我知道你看不上我，可现在不还是落我手里了吗？别碰他们！自身难保，还有心思管别人？臭小子，不掂量掂量自己，敢命令我？我踩死你！踩死你！就算身怀2只笔灵，也还是个废物。哼，这些人不被你害死就不错了。哎呀，连韦小荣那个臭丫头都能把你骗得团团转。你以为我还能为了什么才愿意跟你这种蠢货待在一起？你为了救我连小命都不要，也算意外收获。堂堂笔冢丽比区区笔童还要听话，哼，真是一个优秀的傀儡呀。那这里究竟能不能安全退笔？抱歉。哎，无能的蠢货，废物！哼！好了，正事要紧，去，快去，别耽误我们时间。别想着玩花样。
如烟，思